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警告在全球市场闪现，增长令人失望。彭博社，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加上北京不愿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正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股市。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的 GDP 增长将更接近政府 5% 的目标，这与早先的预测相反。投资者已经下调了对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预期，因为人们担心其从大流行限制中复苏的势头会丧失。与此同时，建筑活动的增长滞后，而危机缠身的房地产市场在最初的反弹后正在放缓销售。新专案也受到阻碍，经济面临的严峻去风险选择。FT 评论版Ajay Chitbar 在《金融时报》上表示，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考虑正在侵蚀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尽管其主导地位没有任何直接威胁。特别是供应链日益去风险化以及跨境支付的重新路由以绕过美国的基础设施和关税，正在削弱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说服地缘政治摇摆国实现现代化，并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支持，否则就容忍短期脱钩风险。沃尔玛现在正在大力对抗通货膨胀。彭博观点，沃尔玛正在寻求通过敦促供应商将成本降低到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销售量的水准来抵制消费品价格上涨。公司一直在提高价格以恢复获利率，但这导致核心产品的销售减少，打击了沃尔玛可自由支配支出的获利率。该公司表示，将与那些属于消费品类别的供应商合作，以降低成本，为客户腾出资金用于非必需商品。沃尔玛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对供应商的影响力，可能会引领该行业。民主党寻求不太可能的债务上限救世主米奇·麦康奈尔。国会山报，民主党人呼吁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帮助他们避免债务上限可能导致的全国违约。他们声称，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同意与民主党达成协定的风险已被保守派同事提出动议以腾出议长席位的可能性所破坏，这可能会结束麦卡锡的角色。民主党人承认，虽然麦康奈尔目前一直留在幕后，但他可能不得不在时钟滴搭作响时进行干预，解决方案似乎难以捉摸。然而，共和党人坚持认为麦康奈尔不会推翻麦卡锡，因为他自己的党内已经有来自保守派的自然抵制，特别是因为共和党的保守派最近变得越来越对抗。民主党人指望麦康奈尔在最后一刻强行达成协定，就像他在2011年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所做的那样，防止可能削弱经济的严重违约。OpenAI 随着资本激增，利润上限将不再适用。FT 评论版，旧金山人工智慧初创公司 OpenAI 限制了投资者的回报，因为它旨在平衡财务利润和通过人工智慧造福人类的目标。该公司估计今年的收入为2亿美元，投前估值为290亿美元。但是，如果销售爆炸，上限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投资者认为它过于严格，他们可能会犹豫不决。OpenAI 在2018年创建了 OpenAI LP， 这是一个有上限的利润分支，使投资者而不是捐助者能够使用。早期投资者将被限制在100倍的资金范围内。据报道，后来的投资者如微软同意了20倍的上限。商业，德国陷入衰退。卫报，据能源记者吉利安·安布罗斯 （Gillian Ambrose） 称，英国能源价格上限已降至每年2074英镑 （2932美元），但这仍然是价格开始飙升之前天然气和电力成本的近2倍。从7月开始，由于全球能源价格下跌，上限将下降近500英镑，但由于政府支援在3月结束，努力支付账单的合奏将感到什么缓解。平均能源费用仍将是2021年10月俄罗斯开始限制整个欧洲天然气供应之前记录的水准的近2倍。新的价格上限将不适用于使用超过典型能源量的家庭。大约2700万家庭预计价格会小幅下跌，但国家能源行动警告说，新的上限仍将使超过660万户家庭陷入燃料贫困。美联储还没有完成破坏。金融时报，美联储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因长期低利率而变得脆弱。纽约联储上周发布的一项分析侧重于自然利率
R-star 及平衡经济的利率，这意味着它既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也不会限制增长。该理论认为，只有当政策利率远高于自然利率时，货币政策才会紧缩。该报告称，政策利率比估计的自然利率高出约380个基点。纽约联储的第二项研究涉及 R-star， 这是一个称为金融稳定利率的新概念。该报告解释说，正是理论利率使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如果 R-star 跌破 R-star， 它会增加对加息和冒险造成的金融冲击的脆弱性，这可能会在接近点利率真正遏制通货膨胀之前引发银行危机。中国股市暴跌延续，交易员急于在节前卖出。彭博社，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 2.9%， 因投资者在长周末前抛售股票。该指数正在经历自3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较今年高点下跌超过 18%。香港股市的疲软主要是由于对美国债务上限的担忧。信达国际控股 Sy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分析师邱海文 Heyman Chu 表示，中国股市的抛售加剧反映了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信心，并且正值人民币走软以及对增长和地缘政治的持续担忧之际。国际能源署署长表示，太阳能投资首次超过石油。金融时报，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数据，今年对太阳能的投资将首次超过石油生产支出。清洁能源投资预计将在2021年增长 24%， 而化石燃料投资将增加 15%。COVID-19 大流行后的经济增长，对价格波动和能源安全的担忧，以及政策支援的改善，例如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都在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方面发挥了作用。5年前，每年的能源投资在化石燃料和清洁技术之间平均分配。今年，清洁技术将花费 1.7 万亿美元，而化石燃料将花费1万亿美元。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法提赫·比罗尔 Fatih Birol 表示，新的全球清洁能源经济正在出现。然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世界能源投资报告，去年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增加了 0.9%， 达到创纪录的368亿吨。为了根据巴黎协定的目标限制全球变暖，需要保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长。比罗尔强调了扩大清洁能源投资以包括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并呼吁国家和国际石油公司优先考虑低碳能源。低排放能源吸引的能源不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用于化石燃料生产的总支出的 5%。 您的雨天基金中应该有多少现金？ FT 评论版，许多银行为长期客户提供低储蓄利率，但对新账户持有人有吸引力的交易。例如 Capital One 在2022年第一季度平均支付 2.54% 的存款，同比增长3倍多。专家建议将储蓄置于支票账户和高收益储蓄账户之上。如果人们手头有超过6个月的现金，可能很难找到这笔钱的良好用途，但拖延太久可能会使这笔钱的价值被侵蚀并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贝莱德建议，由于有大量可用现金，投资者应该开始考虑股票和债券市场。勤奋的投资者将从非洲的机会中受益。金融时报，富达国际 Fidelity International 的克里斯·坦南特 Chris Tennant 表示，尽管许多非洲经济体快速增长，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对在非洲大陆投资犹豫不决。缺乏流动性使许多投资经理望而却步，并使情况非常困难，资深投资者 Mark Mobius 说。然而，一些基金经理愿意做功课，并确定了几个有前途的行业和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大宗商品和上比亚矿业公司 First Quantum Minerals、纳米比亚石油分销商 Africa Oil 和乌干达电力分销商 OMIM。意大利紧紧控制国有企业董事会。金融时报，投资者认为由当权政客及其盟友而不是猎头公司选择意大利上市公司高管是糟糕的公司治理。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很少受到质疑。在该公司5月份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国际投资者反对意大利政府对该国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 Enel 的高管选择，收购了一家鲜为人知的伦敦对冲基金 Coveris Capital Time， 以提出替代候选人名单。然而，政府赢得了这一天，但有人指出，提名制度不能像以前那样运作。朱利亚诺·诺奇教授说，并非所有人都在信用违约掉期方面保持沉默。彭博观点，
投资者对是否通过信用违约掉期提高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争论表示严重担忧。信用违约掉期允许投资者为违约的可能性提供保险，为美国无法在明年以2倍以上的费用支付账单提供保护，这是2011年第一次大债务上限危机的2倍以上。然而，股市经历了糟糕的日子和更糟的日子，但已经设法度过了该国首都的危机。那些最直接受影响的人现在正在认真对待违约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危机正在发生。由于4月份可怕的通胀数据，英国殖利率大幅上升，现在预计未来12个月银行利率将上涨30个基点以上。因此，英国央行可能会在6月份将利率从 4.50% 上调至 4.75%。其他央行可能还无法完成加息活动。5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显示，在银行危机之后，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方面存在深刻分歧。塞尔达传说证明伟大的 IP 是永恒的。彭博观点：任天堂的新游戏《王国的眼泪》在短短3天内在全球售出超过1000万份，其中400万份来自美国。这甚至给索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索尼的首席执行官吉田健一郎 Kenichiro Yoshida 谈到了这款游戏对他的投资者的吸引力。此外，如果任天堂在本财年末在全球再销售1500万台游戏机的新目标按计划进行，这将使该游戏机自发布以来的总销量达到约 1.4 亿台，仅次于历史畅销榜上的另外2款设备，他自己的掌机 TAS 和索尼的 PlayStation 2。污水在股市中闻起来很甜。彭博观点：据彭博社报道，英国水务公司通过神话般的长期投资为投资者提供了出色的长期回报，引发了对公司监管上限的质疑，并指责优先考虑股息而不是投资。该行业最近为让污水流入河流而道歉，但计划到2030年将其下水道现代化的年度支出增加100亿英镑，124亿美元，但在公司表示将通过更高的客户账单收回这笔钱后受到批评。批评人士指责这些公司借款是为了支付股息，而牺牲了必要的投资和消费者利益。亚洲股市因债务上限紧张而下沉。路透社：亚太地区股市触及2个月低点，因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陷入僵局，导致投资者回避风险资产。尽管昨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但交易员仍然对如果没有解决方案的灾难性违约持谨慎态度。美国昨天被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 下调评级，但华尔街小幅提振，纳斯达克期货上涨 1.4%。此前有消息称英伟达预测第2季度收入比华尔街预期高出 50% 以上。美元在美国经济弹性和避险需求中上涨。路透社：美元对欧元和日元分别攀升至2个月和6个月高点，原因是美国经济的弹性混淆了交易员对2021年降息的压注。然而，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对避风港的需求可能是推动其薪酬增长的推动力，因为矛盾的是，投资者热衷于为其投资维持完全的避风港。包括克里斯托弗·沃勒 Christopher Waller 在内的美联储官员可能会争辩说，加息将取决于未来3周的数据。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